从92年底一直到97、98年，上海就是个工地，是非常乱。而且呢，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城市，比如说没有声音的，对吧？不能鸣喇叭。那个时候是所有人都在按喇叭的。你必须要按喇叭，不然按喇叭的话是人都撞到车，车撞到人，就是说是非常乱的。然后很多红绿灯都坏掉的。我还记得，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回来的这个头几年里面，在虹桥那边有个什么日本的什么太太，我太太跟我说她在哭，没有办法穿马路，是因为红灯坏了，绿灯坏了，她在等着，不断的等着，就是说。他从那个，比如说东京的这种环境上过来的话，他就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穿过去。对，就我们其实脑子里都有一段固定的上海的印象，就是那个印象都是不同阶段的。对。然后您刚才说92年回来还能找得到，其实地标还能找得到，等于你印象里的几乎没有变，几乎没有变，除了虹桥区那一带和浦东新出来的，主市区，跟我走的时候几乎一样。但你可能更适应了那个变的东西。我对90年代，其实刚才那个吴老师在说的时候说乱啊、吵啊什么，我是没有概念的。因为我就是在那个环境下面长起来，你会觉得那一切都是正常的。像一个辰光就那个时候挤公交车啊，你就会觉得公交车就是要挤的，对，就是要不能让。但是你挤着就上不去了。大概挤到我差不多高中的时候，就是00几年了。你好像就突然间有一天公交车没有那么挤了。是。然后上海出了空调车。那个时候两块列脏。是。普通的车啥一块列我在那逛。排队了。空调车是哪一年？我都不记得了。反正是大概是我读高中的光，高中时期突然间开始有空调车了，就大家都会去等那个空调车。为了要告诉你它是空调车，还很大的标语写着空调车。对的。我94年那时候我读大学第1年嘛，我在北京回来，带了一个我们同宿舍的东北的，就一个朋友回来，他在上海第一次来，我们经常出去碰到的情况就是坐公交车有人打架，吵架，就是好像是你每天出去基本上2、3场是看得到的。你摆什么客气啊？要摆下辈摆去啊！车进站了。跟你这种臭女人没什么好讲。下后上啊！下车准备了啊！下车。小心点。臭女人就臭瘪三。报复干什么？把你的臭钱拿走！你打人啊你！臭钱！臭3八！你下来！你骂什么人你？下来！你拿走！你别跑！你有本事你别跑！你下来呀！你上来！别跑！你给我走！停车！停车！你拦什么车呀你？你过来！什么态度？你骂什么人呢你？啊！下来！小心你！有钱人那能够连接我小时候的上海，没有一天没人打架。有一个细节你们可能不记得了，92年，我回来我印象非常深，我想坐公交车，就是找过去那种感觉，结果发现好几辆公交车那个售票员男的，他在预报下一站的时候要说一遍英文。对，90年代初期，所以我非常惊讶，而且我很感动，就是上海非常渴望西化。你回来了是吗？国际化的开始，上海的国际重启国际化，他的发音肯定是不准的，但是他很认真的报英文，每一站都报英文。我为了听他报，我就不下车，我一直听那个。这个我还没有经历过。现在有的，现在有的，现在那个是广播了，自然了。现在是那种假声音。对。那个时候是一个真人在那儿，马飘雨嘛，就是马飘雨很起劲的在报下一站哪里。这个我不知道哎。这个是上海国际化的重启国际化的92年，我印象非常深。对。但你们离开以后会觉得对上海会想吗？会怀念吗？会。想嘛，肯定想的。你想什么？我想没有想，但就我那个，就我想的不是上海这么一个很大的这个概念，也不是说我多想这个城市，但你会想，就是想爸爸妈妈，对吧？想自己在上海的朋友，然后想的是我很熟悉的一些地方，就比如说我一说徐家汇是我的娘家。因为我只要在上海，我一定去徐家汇玩，什么天平路啊、天阳桥路啊，然后徐家汇什么美罗城那些。徐家汇知道赏这个嘞，这个上海的区域之间就喜欢去那里玩，然后在北京经常想。我小时候走到徐家汇，再往前走就是麦田了。对，变乡下来。就是说，你看看，我们是市区里面，我完全不认识，他们说已经是徐家汇了，我说不对，呀。所以这个变化多大？非常娇的了。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在市三女中啊，我们小时候一听市三女中的女孩子就
那就是都要仰望的。你们在学校里面是个什么感觉？你们是叫中西女子学校？我们以前叫中西，我们那个时候是2个学校并的，一个叫中西，一个叫什么圣玛利亚，什么两个学校并的。但到你这一代还是女校吗？还到现在还是女校，还是女校，很特别的一个存在。紫仙女中呀，紫仙女中学的。那时候就是为了考大学加分嘛。然后我是小学的时候，我小学在安顺路小学。在虹桥路那里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上海开始实行那种素质教育什么的，小朋友要报兴趣班的，要么报乐器啊，报画画啊，报书法啊。然后我爸爸妈妈就觉得那就学个乐器，听说这个之后考高中要加分啊，可以加分那就学。然后我爸妈就给我挑了一个萨克斯，厉害的。然后我一开始给我挑了一个黑管。黑管的那个老师看看说这个小姑娘蛮有天分的，然后现在小姑娘吹萨克斯的少，你要不要改萨克斯？我爸妈一听这个女孩子吹萨克斯很帅的，那就改，然后吹了10年，然后吹了10年，我从这个8岁吹到18岁。我看他写过一个就是介绍啊，他们要表演了，那天晚上演贝多芬，他还在校刊上有过一个写了一段文字，小的文章，最后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那天晚上他们是要演奏这个命运，最后一句话说。可是往往当你知道命运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你那个什么几岁啊？10几岁啊？10几岁啊？小辰光，小辰光结棍了。小时候总是自以为自己很深沉的，小时候以为自己可以参透这个世界的。结棍了，但是跟你们学校的传统有关系吧？就那时候上海的女生，这个挺厉害。那个时候感觉，因为身边太多做这些的了。我的这个发小是吹那个黑管的。然后身边同学吹小号的，我同桌弹钢琴的，你会觉得这些事情都很正常哈，大家都会乐器的，就不会乐器的也是在外面要么学画画的了，要么学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觉得好像都大家都会点什么。是的，那时候你就觉得上海，就是你哪怕随便进个弄堂，远一点的地方，你都会看到有个人背个乐器来教课啊，或者上学啊，直接就能听到练琴、练喇叭。对，我隔壁永远有人在练琴的。就我以前住在虹桥路隔壁有一个姐姐在练琴，我后来搬到那个大木桥路隔壁的一个小朋友也在练琴。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as the intention to modernize our country in every aspect, and music is no exception. 好，这比刚好，这比刚才好的。We have to study and know all about music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To know it, we have to play it, to study it.其实我反倒不是说对某个具体人的人际关系的这个怀念，到整体上对上海好像你说不清楚，总有一种好像会想他的那个感觉。哎，说不清楚。但我也觉得其实有点说不清楚。你说我到底想上海的什么？我自己也不太知道我到底想上海的什么。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是想听上海话了。就我每一次就回上海，不管是高铁还是飞机，我踏出的那一刻，我开始听到上海话了。就会有说哦。我回来了，但现在说上海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对，这也是我90年代回来很惊讶的地方。我说你们哪儿来的？他说我们上海人。就是吃生煎包子旁边的人都不说了，已经。当时顶多是80后还很小了，当时70后已经是大姑娘了，是小伙子，就不说是上海话。而且上海话也变化了，比如我们前面一代。讲我，到了当我，后来我们发现都都变成了，现在又变回来了。是。侬哪能讲？我也觉得它有硬的，80后肯定对80后，我一直要被纠正的，对吧？就80后就变成呀。阿拉是讲应该是我，对吧？但是80后变成
对，苏州腔的是偶。哎，偶。你影响上海吗？我想过了已经，为什么？就是我到农村，我非常想上海，苦嘛，哎。那是十几岁。对的，16岁，16岁他就到对，我记得金宇澄说过，他就写过，他也是去插队的时候在东北，想上海，想到上海是金光闪闪的远处的上海。对，我们想上海不是思乡，是就生活差异太大了，然后我到了北京就不想上海了，因为我不喜欢上海，小时候崇拜北方，学苏联油画，就是上海是上海，就到了美国也不想上海。到了美国，我想的是敦煌，非常奇怪，我一点都没想到，我是要到老了才开始，不是想上海，而是，趁那上海可好，没想到看了一圈，对，老好的趁那，我到上海很吃醋的，到哪儿都很吃醋，就我已经不是上海人了，路也不认识，明明到了这条路，这已经是了，Shanghai's responsibilities extend beyond handling its own affair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elegates some of its responsibilities to large cities like Shanghai. Wang Chun professionals working out, traditional acrobatic combat which always attracts a big crowd. 那个时候我就印象比较多的是，就乘风凉，一个乘风凉，什么大桥上全是人睡着，觉得那个时候怎么敢睡在立交桥上？好多人就睡在立交桥上啊，就两边。然后那时候车可能也不够多，就主要骑自行车嘛。然后家里面门口就一到夏天，大家出来就乘凉，所有人都是在外面。然后家长永远要求你背唐诗宋词啊什么的，对，在表演路灯下面背唐诗宋词。乘风凉，我估计你应该没有。我有，你们小时候有空调了吧？我没有去乘过，但是我见人家乘过。我老早老虹桥那面的，就是上街一高头，上街一高头就有人躺椅，有那个蒲扇，西瓜，对，然后包括这西瓜球。我小时候属于家教比较严。然后就是而且我小时候住的，我没有住过弄堂，我没有住过石库门的。我小时候家里是住那种小洋房的。徐汇区。不是，我小辰光辣辣虹桥路。虹桥路。是一种小洋房的。但是像后头来我到石库门去，是因为阿拉阿姨，就是阿拉大姨妈，伊嫁到石库门里向去，我再去看过真的石库门长啥样子。那时候是有厕所的还是马桶的？这懂。你说我的小洋房还是不是那个石库门？那个石库门就是待遇馆，倒马桶的时代，对吧？然后包括我去我数学那个时候在外面补课，在一个数学老师家里补课，那时候数学老师就住在那个石库门里面，我记得很清楚，他那个礼拜六应该是大概6、7点钟的时候，就传来那个大粪的那个味道，粪车来了啊！就粪车的那个味道，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就上课一点东西都听不进去，就注意力完全被那个气味吸引走了，就是你很难忘记，你很难不在意那个味道。你小时候经历过的味道，一定不停的会。就那个数学老师说的什么东西，我一点都不记得，我就记得在他们家从此看到数学就想起了那个味道，就昏暗的灯光下传来的臭味，是我对那个数学课唯一的印象。
所以你数学一直没学好。哎，就怪那个粪车，没那个粪车我数学早好了。他是个艺术家。对，其实我们几个人这里面，您在上海待的时间最长了。真的，这倒是真的。我特别好奇一个事情啊，就上海人怎么那么爱赶时髦啊？你看这个。就这个是在历史里面，就是你自己想想，就是时髦这个字就是从上海开始的。对，真的。对啊，就是说这个100年的时髦啊，中国的时髦从上海开始的，开埠181年，今年 OK， 那就是说什么叫十里洋场？其实就在描述这个南京东路到静安寺这条路嘛。我们小时候是总归邻居里面会有一个人是好像特别会做裁缝啊，干嘛的，也不是正式会做各种各样漂亮的衣服啊什么的。你小时候有这个记忆吗？我小时候都是我妈妈给我做。哦，你妈这么巧啊？我妈会给我就织毛衣，织什么看什么杂志上面有什么一个花，我妈妈就给我织一个花，然后给我做那种什么娃娃领的衬衫什么的，都我妈妈给我做。所以木心这个话是蛮感动你好像我记得你说，就是木心描绘的这些西装，他自己其实没穿过。没有，当时他还是小孩儿。对，等到他长大以后不可以穿西装了。他沦陷时期的上海他就去了，他27年生到47年是20岁，但是在40、41、42、43，他就在上海。所以他见过那个时候的上海。其实我去考证过这段时间，就这段时间的上海是很厉害的。就你想想看，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鸿祥百货，其实那个人是一个川沙的一个裁缝，17岁的一个川沙人，到上海南京路来做裁缝，然后慢慢大概20多岁吧，就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鸿祥店，就名字就叫金鸿祥。那所以呢，是帮人做衣服，那做的又不是做民族服装了，他是做现代的旗袍啊，什么什么，就是说其实在做现代服装。所以时髦就是从上海开始的。就你妈妈那时候会赶时髦吗？我妈妈赶时髦的，我妈妈那个时候会，我印象中啊，小时候我妈就去烫头。对，烫头发，呀，思密到老牛了，然后还要给我烫。就我那个什么6岁的时候，我妈就已经开始给我烫卷了。然后我妈会什么1个月的工资就买一双皮鞋。我妈就特别喜欢皮鞋，什么牛皮的了，小羊皮的了，什么就喜欢鞋，然后就舍得。而且我妈不是唯一一个，我身边有好多阿姨，年轻的时候都很舍得，说我1个月工资就为了买一件衣服，买一双鞋。走得出来哦！我现在难以想象。那个辰光叫资产阶级思想。对，我妈妈很资产阶级思想。就上海真的往往就同时它会有2面，一方面你说那种很追求时髦，另一方面你也就那个时候我印象里上海的时尚都是穿着睡衣上街的，就有俗的一面也。不是我跟你说，还有睡裤。对，睡裤睡衣，但这件事情本身你自己想想，其他城市有睡衣吗？未必有哦。OK， 这个是你说你同意吗？我不知道，就说你自己想想。你说这个睡衣其实也是个精致生活的一个小细节，颇有一些道理。这个界限打的真是有点乱。那个年代没有花衣服。可是睡衣和睡裤多数是花的，对，要么就是条子，要么就格子、条子、碎花。还有人均，当时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人均的上海居住面积大概只有3个平方。当然，那个时候是没有客厅，没有什么，所以你一脚踏出来就是你的客厅，街头就是你的客厅。等于说，今天我们说这个睡房还有分睡房。这个什么 living room 什么，当年就一脚踏出来就是外面呀，弄堂里，所以他这个睡衣到外面来，我觉得也正常。现在讲究隐私，那个时候上海多少家庭沿街的是门户大开，对的，里头在吃饭，在吵架，在干嘛，都看得见，邻居串来串去，不用敲门。我小时候看到人家穿睡衣上街，我不觉得有问题，我觉得就是很合理的。上海街景就是这样。对的，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觉得上海人彼此之间有种默契，根本你穿睡衣，我穿睡衣怎么了？就是大家感觉没有人 care 这件事情。因为家里小呀，那个时代可能是造成的这个情况。您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是香水是吗？回来的？对，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跟王导也在聊这个事情嘛。其实93年左右，其实这种所谓的高端时尚品牌是没有进来做成衣的，因为成衣太贵了，那么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最早进来的高端的国际品牌就是美妆，那美妆也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美妆，唇膏，因为那个时候。这涂个唇膏呀，就好。现在你看他都精致的化妆，对我一看，这个他已经画了很多的这个，用了很多材料，对吧？但是当年是没有材料的，看得仔细了，对吧？
当年就是一个唇膏，慢慢香水后来才来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93年左右的时候，上海的居民家里是没有热水器，不能随便洗澡。香水你喷过，你如果不洗澡的话，第二天还是这个味道。94、95年以后开始有热水器了。你不晓得，你不晓得，我从来没有喷过香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要有洗漱的条件以后。当然，香水当年啊，就是说。据说在欧洲被发明香水的时候，因为它要遮体温，遮体味。就是我小时候唯一看到涂口红、画眉毛的女人是谁？是我一起长大，后来在一个农村待的一个同学，她的妈妈。她的妈妈当时已经50来岁了，哎呀，天天涂口红，而且描眉毛。但她是正宗工人阶级。是旧上海申鑫酒厂的女工。然后解放后在上海，她有一绝，就是裁布，当时都是布料嘛。她一边跟你讲话，一边下去，就尺寸不会错的。呀，是资深的熟练技工。她是个工人，也就是说，从前的申鑫酒厂的女工是涂口红、画眉毛上班的。比如说，我又说到那个《繁花》这个电影啊。就是说，《繁花》电影里面有林子的那段戏嘛，就是说日本回来。那其实我就在说，其实你回想当时上海大量的人真的是去了日本。对的。那上海有很多人去了北美，去了什么地方，对吧？但是回来的时候，唯独是去了日本的这些人回来，带回来的这种化妆啊什么的习惯，就是说这个精致的东西其实更发生在亚洲。就是说美国很大嘛，你融入了美国以后，你也不一定全在不打扮的，美国人自己都不打扮的。美国是很，就是说等于说是很随便，就是说你去是什么样，回来可能也是什么样。就是说那边没有一个压力让你变成一个。当然纽约可能例外一点啊，但是比如说去东京的话，他哪怕在打工，他一出来就是百货公司。你不穿过百货公司，你还出不来呢。所以呢，还有社会压力，可能社会压力会让他感觉上，就是我回来以后没有住到我原来的爸爸妈妈的这个去，就是说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上海的，就是说不能说陪伴吧，就是说参与了一路的这个上海的这个大变化。所有的城市都在变，但变到了一个有些城市是叫 organic growth， 就是说有机的加。上海是擦掉全部重新来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说这个可能这个城市至少50%以上是这样，那剩下有一部分虽然你看到有些房子还在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原来的内容不在了。好像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下面的人都要来研究怎么招魂的问题，就是说走得太快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不是说你的脚步太快，结果你魂没有跟上这种感觉。招的那是什么呢？历史观呢？我觉得历史观还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办这个展览。我的意思不是怀旧。德国那个表现主义画家安瑟基佛他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因为他的很多话都是以二战废墟为那个的。他说你这个是在怀旧，他不是，他说我是要记得。我不是在怀旧，我是要记得。我希望这个展览提供的就是你记不记得。如果你不记得，你知不知道？就这个意思。是呀，就《繁花》给我一个提醒，还有很巧，就是有一片木心的上海赋在那里。而《繁花》又用了上海赋，所以这事儿就突然给了我一个机会。那搿么一讲我蛮欢喜的。搿么一讲，就是只侬要晓得，整个剧场还没就这个样子。然后22个外国孩子，然后外国孩子里面，我估计这个是印度人。就这个是印度人，这个也是印度人，但是这个就肯定这个很像英国人，然后照相本是他的，他是里面长得最高的孩子。这个就是他们当时都是在上海读书，一个学校的，我当下就没什么界限，就在纽约一样啊，在香港了啥这样。这个张光宇，你想说说吗？张光宇呢，这个是我10多年前给他写的，
他的商业美术在上海。商业美术，因为都说他是实用美术家。实用美术家呢，我不喜欢这个词，但是安迪沃霍就商业美术出来的，甚至杜尚也是商业美术出来的。他们以前都画插图的，都是。那插图是所谓职业画家、所谓独幅画画家看不起的。但是阿拉小辰光是我联合学出来，我宣传学出来，搞阶级教育转来学出来，所以阿拉没看得起看不起。这张因为要面对这面墙，对，这个告别墙，我说它是告别墙，但是这个就我们时代的，但认真说也是从前的上海人，30年过去了，搿辰光个阿宝李丽现在老头老太了，我其实特别喜欢刚才您说的一个感觉，看繁花，你说你又掉进了。对上海的，你知道，因为我同宿舍的朋友都是学法语的，他们第一学期就跟我说，法语里面的爱上一个人，就说掉进一个洞里，哎，就这个感觉。你说掉进就是突然那种很深沉的那种爱的感觉，又被召回了。可能我觉得招的不仅仅是魂呐什么呀，就是你总有一些情感的爱的。还有就是我们对旧上海的描述是太粗糙了，就是我们一说起旧上海，就是民国上海。其实50、60年代是一个旧上海，然后到改革开放到93到00年吧，又是一个旧上海。对，你要知道你们剧里那些人，阿宝、李什么唐嫣什么，已经现在都是老头老太了，已经。是的呀，对。所有里面的角色，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看戏什么感觉？你爸爸妈妈？阿拉妈觉得我蛮好呀，蛮好。但是他也是觉得。就他也会找哪一些地方跟他记得的上海是一样的，哪些地方跟他记得，就很多人在看《繁花》的时候，有一个是像在大家来找茬一样，就是哪一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是错的，哪一些人是对的，哪些人是错的。他们看戏的时候还是跳不开这个，但总而言之就是沪语版的这个《繁花》，只要在电视放，他就会停下来看，掉进这个洞里了，就是大家都掉进这个洞里。只要我看到，我就会继续看。对，而且里面确实我看了几天。你们那个，尤其是那个林子讲话什么的，我就觉得我说话声音也高了，就哇啦哇啦的，就小时候周围的人说话是那样的。对，我们叶东京拍戏的时候，经常大家拍着，就觉得我们4个人平时聊，觉得我们怎么那么吵啊？那么吵，对，我们怎么天天都在吵架一样？但我小时候的上海就是这样，就是吵，哇啦哇啦，就是真的吵，从早到晚就这样子。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都挺急于离开上海，摆脱上海，甚至被人家说你不像个上海人，是个表扬嘞。我大学第一天啊，我进那个宿舍，然后我们一个宿舍有6个人，就是天南海北的啊。就很热嘛，8月底，我就跑到校门口买了个西瓜回去，大家一起吃。马上大家说，哎呦，你不像上海人哦！我想买个西瓜，已经说我不像上海人了。就上海人的形象被扭曲了。对，就是，然后呢，你就觉得说我小时候是以不像上海人为荣，然后到了某一个阶段，哎，你突然觉得你又以是上海人，好像又很高兴，这个感觉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说上海有多好，而是你可能任何一个城市的人，对，都经历了一个我小时候想离开，见个更大的一个世界，然后又回来那种重新找到那种连接，那种感觉。有一件事情在我们这个展览是无法呈现的，但是你的导演说的话很对，他说上海人其实蛮委屈的，但一直没有说出来。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说，就是外地的上海人。我不知道是什么去到外地的上海人给外地形成这么一个扭曲的形象，很小气啊，很计算啊，如何？但是我真的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从1949年到差不多1979年，上海给全国各省，尤其是边远这种贫穷的省，输送了太多人去，而且那是上海第一代。之内是的，之内先开始的，之边还有到北京的精英，是科技单位、文艺单位，一直到70年代，我到北京上学，我经常还在北京的小区里面和大学里面，忽然会看到一对老夫妇，完全讲我小时候听惯的上海话，在50、60年代就调到北京，什么社科院啊，什么机械局啊，什么当然人民美术出版社啊，中央美院主要的教授全部是江南人，
这个展览里的张光宇，张光宇是民国上海的总教头，整个的实用美术、商业美术总教头。1955年就调到北京，创建后来的中央工艺美院，包括做原子弹的，包括做国防工程的，很多上海人，也包括你们中戏的欧阳予倩什么这些，原来都是江南的这个话剧人，然后跑到北京去。然后我讲的这个还是名人，有很多无名的上海人是当时的大学生，是民国末年和解放初期的大学生，就是有各种各样技能和受过好的教育，对，他们一辈子献给那种西北啊，什么这北方很多省份。我现在遇到很多年轻人跟我同辈的，他们小时候最记得的给过他们这种好的印象，有教养。然后有技术，然后就是教会他们很多事情，都会说有一个上海人对他们一生觉得都有影响。我外公一个最普通的一个上海人，20多年去到四川那边，支援3线建设。哎呦，到四川的上海人太多了。是，其实连在1960年代、70年代的，我们现在年轻人知道有革命样板戏吗？我知道，我当然知道。那你知道这个革命样板戏有多少？其实是上海占了4个，4个都不止。8个样板戏，对，我都不知道。 4个都不止。比如说《红灯记》是沪剧改编成，对，红灯记我忘了，那有5个。沙家浜又是沪剧改编成的，对呀。这2个看上去好像跟上海没关系的，然后沪剧改编。智取威虎山是上海的，白毛女又是上海的，白毛上海的，对吧？海港又是上海的，你看你这数下去。还有交响音乐，这个，对吧？交响音乐。交响音乐沙家浜，红灯记，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伴唱红灯记是北京的啊，对，但是问题红灯记是上海的，红灯记是上海的 ，OK。还有一个海港弦乐4重奏，对，我当时把它当舒伯特听的，对，好听的要命，完全被忘记了。就是陈老师特别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时王家卫导演跟你请教了什么呀？他没有跟我请教，他只是说。蛮早了，我相信有4、5年前了。他说我可能要拍《繁花》了，你们那个年代的打扮，帅哥，你有没有照片这方面资料？其实我没有，我弟弟是个帅哥，我就发了些照片给他，但是完全没有用。我们那会儿穿的是中山装，所有人穿的是中山装，海魂衫用海魂衫。什么叫没有用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要的那个感觉不是你真正那个年代的。我92年回来也是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山装消失了。对，我回家2件事情，第一，我跟爸爸说你把自行车钥匙给我，第二，你把我中山装找出来。我爸爸就说你想穿奇装异服，结果我上街一看，果然是这样，已经一般人没有人穿中山装了。可是我从小穿中山装，一直穿到我出国，才换成西装。这怎么就消失了？对，消失。所以那个年代，我们所有时髦青年顶多到中山装和军装。那然后呢？他就没有回音了，没有回音。一直到快要放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我的第1集用了上海赋的台词，而且大量的台词。他说我要有授权，我马上就跟出版社说了，出版社马上就给他办了。然后播第1集那天，他通知我，他说你看一下第1集就有那一段，就是这样。上海赋里面做西装的那一段，但是我一点没想到以后我会办个展览。那你觉得他他也王家卫导演不算是纯正的上海人了，虽然他跟上海的关系很深嘛。你觉得他从一个香港人的角度来写，然后包括就木心先生他也不是上海人，你从他的角度来写上海，似乎都写出了蛮对的味道，还是说你觉得为什么他们能写上海？本来就没有上海人，本来就没有上海人，就是本帮人嘛。因为上海人我们互相也会问，就是你老家哪里？宁波啊、广东啊、苏北啊，早先就这3大帮。现在当然所有人都可以到上海，但在我的小时候那一段啊，就是10之有9家庭来自这3个地区。对的。呀，还有就是所谓本帮人，就上海郊县，对，浦东人，川沙、崇明、浦东呀，这个真正上海人当时我们小时候的真正上海人，湘武宁。对，郊外的郊区的，对呀，这几十年上海人口那就你没法问了，对呀。比方我最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就是到灵动府的酒吧去，
就是有一帮的男女年龄在30到40之间，女的多数，男的也有，严格按照民国照片里的人打扮，而且有的就是做服装生意的，英国、德国、意大利进口的面料和式样，还有古董衣服。从旗袍一直到骑马服，像不啦？你觉得？太像了，因为我看的是照片，我可以提供照片给你，就有这么一帮人。可是我一问，没几个上海人，对，没几个，有四川人，有东北人、广东人或者别的 whatever， 这个。他们就喜欢这样，他们是做别的事情的，像电脑程序员或者做生意的或者怎么样，他们会定期聚在一起，就是为了拍照，就喜欢这个 style。我非常高兴看到这群人。我在美国看到一群是都按照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年代，他们也会定期聚会，专门有一个地方去跳舞，专门有个地方都有这样。cosplay 通常是指那些小女孩子，可是现在中年青年会有一群人。像考证派一样，从头到尾，从帽子到一个小装饰，一直到皮鞋，每一样事情都严格按照照片来。网上其实也有蛮多这样的，是吧？就是他们就是非常的考究，就包括你穿的内衣是什么样的，都是要严格按照那个时候的去穿的。问题是这样的人群，你很难想象出现在北京。或者南京，或者是什么重庆，肯定也有这样的人，但是这些外地人来到上海以后，觉得他们有一个天然的理由，就我可以这么打扮，就带着这种这个感觉很专业了，就很专业的要往这个里面，也不能叫专业，它是一种迷狂，就是我好这个。那他们谈话什么的还不一定是跟这个有关。我还没见到他们，我认识了其中一位小姐。我希望他来看这个展览，他说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我说我很希望你们在展场穿成那样，对，然后在这个背景前拍个照。有一天有人说，哎，金老师，他说有一个人特喜欢你的书，他说他想请你吃饭。我这一天正好有空，我说好吧，吃个午饭，作家协会边上嘛。结果快要到吃饭的时候，又跑过来跟我讲了，说人家说要请你到他家里去吃饭，中午有一个车会过来接你的，然后就过来一看，是一个奔驰的一个特装车，就里面2个大沙发的这种，开到上海法租界最核心部位的具体地方我不说了，一个院墙外面那个安静小马路，然后走进去一看，这个房子就像我们小型的作家协会。前面还有水池，还有雕像，还有大树，花园。上海作协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别墅，叫爱神花园嘛。它等于是一个私人宅地啊，外面是围墙，还有篱笆上面，你根本看不到里面。你开了门一看，里面是一个3层楼小洋房，前面有花园。问题是那天是上海最冷的时候，上海人不是北京的，上海人穿衣服都穿的比较多一点。这个人站在他们的洋房门口，就穿是一个30岁左右的一个小青年，短裤短袖子啊。为什么我们跑进去特别尴尬？跑到里面一看，里面全部是地暖还是暖气，这个温度开的我们穿那个厚衣服的人都很尴尬，知道吧？然后脱了衣服什么，他就带我们参观楼上楼下，前面后面都有好多个佣人啊。7、8个可能是，菜都准备好，然后前面后面他说：“金老师，我这个房子实际是外面造了很大的挡板，这个楼被我全部拆掉，就盖了这么一个楼。”他说我在上海，在成都，在什么地方有6个地方都有这样的房子啊！我就在想，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不知道。然后吃好饭，他说：“哎，最近那个静安寺那边有个大百货公司，楼上有一个画廊，哎，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一个朋友，我也介绍给你，是个艺术家，啊，那我也没办法，我还有另外2个朋友，3个人一起到了那边。我也是第一次看见那种人啊，跑来一看，跑到画廊里面一看，这个画，说这个画多少钱？啊，说这个画大概60万吧，这个是啊，这个我要了，啊，这个我要这个。”我们都在边上看着，觉得这个是大概14年的事情，哎，有一个时期，那个谁来问我嘛，说你觉得
上海和香港有多大的区别？我说上海和香港的区别就在于说，上海在某一个历史时刻，它像一个上海的旅行袋。过去有一种上海的旅行包，上面写上海，有个拉锁的是吧？我说某一年上海曾经把这个拉锁全部拉开，把底都翻过来给你看，啊。我说香港没有这样的历史，但问题是什么呢？他把拉锁拉开给你看的同时，你以为没有秘密了，他实际拉锁还没关，它里面已经产生新的秘密了，知道吧？它已经产生，等到最后会天衣无缝，就看起来表面说它已经和没有暴露一模一样，甚至于更秘密，你更看不清说这个城市里面究竟包含了多少内容。只有等某一年或者这里出了一个大事情，然后说哎呦里边还有这个还有那个。我们的城市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可能说我是老上海，他老北京啊，他是老成都？城市里面发生什么你根本不知道。还有一句话说是上海是一个什么母亲，那是怎么说的？是那个费里尼说的话，电影导演嘛，费里尼形容罗马啊，说罗马是一个有很多小孩的母亲，然后这个母亲呢，因为小孩多，所以母亲是根本不关心这些小孩哪天来哪天走啊。我说这个上海也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也是这样的，因为人多嘛，啊，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北京也是啊，大城市，香港也是啊，对吧？大城市的特点，这个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因为孩子多，这孩子做了什么事情，母亲不知道。你如果是一个孩子，母亲天天骂你，你像在农村就是你不能做坏事啊，你做了坏事一辈子记着你。你跑到城里来是一个很安全，我可以我可以疗伤。张爱玲说我在门口换衣服，窗前换衣服也没人看我，啊，他在公寓窗前换衣服。他说农村里面你做一块肉，邻居就知道了。它是城市的一种，城市的生态好了以后，任何动物都可以，就像森林，你可以生活在森林里面。有一些人说香港是城市沙漠啊，什么死森林啊，什么啊，包括上海什么是一个无情无义啊，或者是什么钢筋水泥什么。我说我看出去的上海就是像农村一样，就是有很多很生动的各种丰富的植被啊。上海因为我生在上海的嘛，我没觉得上海有那么冷酷无情嘛。它某一个街区，它会有一股熟悉的味道啊，你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它生态太丰富了。小说里有些地方非常写实，就是想曾经一段时间，香港在上海作为一个符号的出现，对不对啊？要寄来一封信啊，寄来一点东西啊，这个在《繁花》里，这个很精彩的。因为什么呢？所以说我们是50后人，然后80后人呢，或者90后的00后人，好像我看有一些反应，就是说50后这帮人呢就在卖惨。卖惨，我说这个不是我们50后人卖惨，是我们50后的人真惨。你要写你就写这个，你说你怎么办？苦难出诗人嘛，你不得不写这个。而且不管哪个年代啊，我感觉看谁来写这个故事。像我刚听金老师说你父亲的朋友这个故事，对不对？什么医生，淑女跟小鲜肉啊。这个故事就可以至少写5个版本啊。对，比方说我很好奇那个你父亲的朋友的母亲，假如他讲这个故事会怎么讲？哎，我理所当然跟小鲜肉啊，你把我娶回来，把我丢在家里，生了个小孩，你跑掉。对对对。然后后来，哎，我也不服气，你也条件没谈好，你就想离婚。结果可能吵架2遍，你又受不了脆弱，跑去自杀，可能他的角度是这样啊。马老师这个说得好。没有，他真的每个人。为什么我立马想到那个福楼拜的那个包法利夫人，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那种各种原因啊，男人有男人的理由，女人有女人的理由，
等于一下子打开，等于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实际就是个通俗故事。对啊，通俗故事就是茶馆故事，茶馆故事就是说这个好人，这个坏人。不仅是金老师，不仅是男女的性别问题啊，不同的身份、年龄。关系啊，中国人最讲关系啊，像那个你说小鲜肉医生，好像渣男嘛，你住人家家里，跟人家老婆不伦啊，不晓得有没有违规犯法。可是从他的角度，你老婆你也不管你老婆啊，我们一起相处能够沟通，甚至他那个女的可能很能干，一起来发展事业也很正常啊。他假如由那个医生来写这个故事，也可能完全不一样。基于说你父亲的朋友，他可能很倒霉的故事哈，到最后他如何来说明解释自己的堕落呢？他好像吸大烟，对啊，多少人家里也有悲剧，没有选择这条路啊。你可以离开啊，可以上进啊，可以争气啊。你不能把你的堕落归咎于你父母亲的灾难纠纷啊。好，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才有趣啊。就像刚说那个上海，谁的上海？不管你是老上海还是小上海，什么小气脑，对吧？上海话叫小气脑啊，小气脑，他整天学了很多大陆的词儿，什么老登是吧？精神小伙，精神小伙哈。每个人有自己的上海故事，有自己的香港故事，是啊，这个才是文学精彩的地方。我为什么你看，我为什么会对这个《繁花》里面第一段会说？同样这个故事啊，你不要看这个热闹，你看人家法国人家里如果出了事啊，人家老公把门轻轻关上啊，说，哎，他说这个嘛就是法国人天下最好情人最坏的丈夫啊，什么这种乱七八糟话。法国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在我们大陆就80年代90年代有个叫《老枪》这个电影。老枪这个电影里面。对，就一个男人最后拿这个一个猎枪一样的，对，砰砰砰，老枪弗朗索啊什么的，对，法国电影里面有一个我特别难忘的是什么，知道吧？就是她这个丈夫呢是永远就是戴个眼镜，很沉默，笑眯眯，是个医生还是什么？他老婆是一个很有名的法国女演员，演的特别活泼，特别爱笑。然后呢，家里办舞会，他爸爸和一个女儿就在旁边看，然后女儿就说：“你看妈妈，他老婆就在下面很放松的和在一个法国男人的怀里，两个人在跳舞。他爸爸戴个黑边的眼镜，永远就抽个烟斗，还不是笑眯眯。然后他爸爸立刻说：你快回去睡觉。”我特别好奇的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这个反映在小说里面这种男女关系的这种变化，分寸上面啊，这种分寸上面，这个电影这个片子里面，虽然这是一个小插曲，对，他们是回忆最温馨的，对，他最温馨居然就是这些，就是实际是模糊不清的男女关系，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对。就是可以允许太太跟别的男人呢，也比较亲热，是吧？他有这个风度，有这个容纳，所以这种就是文化的差异，或者环境的差异，或者说是议论的这种尺度啊，实在是太不一样了。这当年不是有那个就老段子嘛，讲这个法国就是海员的嘛，海员的老段子，就是说那个海员出海半年回到家呢，发现这个床上老婆旁边睡着另一个人，结果呢他就轻轻蹑手蹑脚，没有惊动他们，拿了一条毯子掩上门，自己在外面客厅的沙发上盖着毯子睡着了。然后第二天呢，那奸夫是吧，起了床，穿衣服一出门一看，老公吓得赶快溜走，临走前还跟他老婆说：“好人呐，好人呐。”这法国海员，你说这风度对不对？你看，我觉得真是文学提供理解，对啊，让我们能够开阔一些，对啊，能够接受很多复杂性。真是文学啊，可以让我们怎么说呢？更细腻，就文学性。你不刚才引用了那个谁的一句话吗？说反正犹豫不决嘛。
也会很难处理事情，反过来人比较简单一点的人，他立马就可以判断、下决定或者发火或者干什么。但是不是本来我们就应该对很多事情犹豫不决呢？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确实是太急于的把谁打倒在地，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们在现实当中还是犹豫不决的。我们在短视频里比较坚决，3秒钟、7秒钟，很爽。就是其实现实当中，大家是犹豫不决的。对呀，你看繁花，我现在明白了，这生活其实就像这么多的繁花一样啊。这个名字改得好，原来叫上海阿宝。是啊。我说这个王家卫的印象派，但是这个印象就像你刚才讲的，每个人的上海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不一样的，对同一件事儿，而那个本身每个人的记忆呢，都是在叙述当中不断的在修改、添油加醋或者添油减醋，就到最后你就不知道真的那个。所以你看他这个回望，他采取的办法是罗生门一样的，就是我把几个人的几种记忆的材料并置，这就是真相。繁花之前最受注目的是个漫长的季节，就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非常成功。对，结果呢，人家惊讶的发现，这2部电视剧写的都是90年代，然后是非常不同的90年代。《繁花》里的90年代是充满了美好的记忆，整个电视剧里反复出现的一个镜头，就是正在建造的东方明珠塔，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就是说今天你们讲3件套啊，上海怎么发达，全世界一拍就是拍那个陆家嘴那一段嘛。可是当初就是他在那里起步的那个阶段。可是漫长的季节里边呢，就范伟开一个火车，对吧？对这一批人所以他们的子女呢走极端的反抗，里边的这个被他们碎尸的就是一个香港的商人。香港帮待会儿说说啊，就是那非常脸谱化、概念化的。他们的父辈是工人阶级的这一辈，这个是2个不同的90年代。包括他这个雪芝跟宝总集体一起吃火锅，这是真的记忆哎，真有这样的。我们那个时候吃饭，面条1张8仙桌，一下来旁边坐的人就是不认识的，对吧？然后过来一个盒子，你什么面，你什么面，就这么拼桌的。每个人你坐边上根本跟你不认识的，说不定有的人就把筷子伸到你这边，那肉拿过来自己吃了，你都不知道露出来。而且一对恋人以几斤这样来吃，感到一个幸福。哎，好温馨，我觉得，还温馨呢，可以凑得近。所以这个片子，那个《繁花》电视剧，很多人看这个戏，至少相信民营经济的合理性。和这个王家卫的这个精明性。还有一个就是香港帮要谈谈，我们都讲到这个香港符号，在这个不光在上海了，我觉得在内地，所以我要跟你这个香港人表忠情。我觉得香港曾经在我们的这几十年代、80年代、90年代，它扮演一个符号现代化。你比如说从我的角度上讲，对吧？我的那个高中啊，有一个女同桌。说实在的，那也有点朦朦胧胧的那么个小恋情似的哈。就是这个女同桌呢，她用的本子都是她有一个舅舅啊什么的，这个香港给她的书包。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女同桌啊，我为什么要跟她模模糊糊啊暧昧呢？我就觉得她穿的衣服跟我们总是不一样的，就是她舅舅啊什么的带给她的，用的铅笔盒，所以香港从小给我们那样的一个印象。当然有个电影叫《巴士奇遇结良缘》，喇叭裤、T 恤衫，哎呦，香港代表着就是这种时髦的一切。最后有一天，我这个女同桌说我要走了。我舅舅说干脆让我去香港读书了，我就告别了我的中学懵懵懂懂的初恋，我就记得他去了香港。所以我就说这个命运呢，真的是，我当时觉得呢，冥冥之中我会去香港。果然去了香港。果然，你说什么？我生平第一张彩色照片是到黄山爬山，有一个美女
我们2个男的去的，都很喜欢那个美女，但问题是美女旁边有个男朋友是香港来的，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他有一部我忘了尼康还是 Canon 的照相机，他看到我们可怜，我们没有，我们用的是135、120的那个东西，笨一点的。到石猴观海这个地方，他说我帮你们拍一张。哎呀，我们也很感谢，拍了第1张的彩色照片，很稀奇的当时。然后这个女的就给我们留了个地址，就在香港的地址。我到了香港，一到就去找那个地址，原来是一个很破的地方。那2个城市嘛，不同的城市互看，尤其是香港跟上海嘛。那像曾经很长的时间在香港看上海都有一些符号作用嘛，符号意义。而且很多都偏向不好的，一定是小气，广东话叫孤寒小气或是说计算精明。对，我们从小长大，还有，假如对于上海，一说到上海女人呢，在许多香港人心中是只有2类，一类就是很妖的，好像我心中最爱的 Lily 一样。烟视还不是香港人，眉形，不是上海人。可是在片里面，我们就把它看作上海人了。然后另外一类就是大胖大妈，胖大妈，收租婆收租婆嘛，上海嘛，大概就是那种形态。其实还有一种上海形象在香港，就2个字：故事。好像上海人在我成长年代，60年代、70年代，说是上海人，尤其是男人来，好像隐隐约约都有些故事。比方说，可能你是杜月笙的徒弟，可能你是在那边做生意的，现在因为各种理由要把钱搬来香港，或是说根本没有钱了，可能你在上海是住豪宅，然后来到香港住小房间，好像每一个人都曾经上海。我在金老师身上看到这么一个感觉，他就有点像这个他刚才说的人生的复杂性。我对他的印象，我这次来对你的认知又有改变。我最初对他的感觉是一个困守在上海亭子间，对吧？也不怎么招人待见，然后呢，笔耕不辍几十年的。这么一个落魄文人作家，他上海文学的办公室就是非常漂亮一个别墅，对差一点要拆掉，给台湾人盖大楼，全靠巴金力主说不行。到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人深不可测，不是那么一个形象。然后你知道，这次我对他又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我感觉是个作家嘛，这次你想他这个繁华书房来。他请来的这个朋友，哎呦，金老，我发现你这个交友之广大，之跨界别。你说好多那个白头发的老朋友啊，我昨天还跟他们描述，我说借着这个机会我都见到了，我说好多老朋友简直是从乾隆年间向我走来，他都能请到一起，他可能就是电视剧里描写的那种爷叔，把家里的这么一个老宅弄成这么当地的这么一个项目，连我们来了还说，我以为说，哎，金老说你们照几张相，原来是他都能联系什么《时尚芭莎》杂志，给我们照相，然后《时尚芭莎》杂志要发布会。哎呦，我说我在他身上看到这个上海爷叔的这种策划能力啊，他能把一个活动安排的妥妥帖帖，而且他知道咱们也不喜欢那种仪式啊，或者这个干嘛的。你看，真正开幕式，也就是你们睡觉，你们不用去。有很多领导学者要发言。对，就说他这个脑门后头这个人情世故啊，他不光是在小说里。在这个人身上，我看许继林的那个评论，你知道吗？我知道啊，我知道。对，说的蛮有意思的。他说那个深圳不是跟上海竞争嘛？他说深圳怎么竞争得过上海呢？他说深圳这个上海有野兽这个有这个野兽在这里啊。他说这个野兽不仅是有解放前的旧文化，它还有50年代的历练，对不对？但他还再加了一句。
其实深圳旁边就有野树，他自己不认识。那个野树就是香港。哎呀，所以啊，咱们这得感谢咱们上海野叔和深圳也不是香港野叔，香港野叔，哎，就是感谢咱们这个上海野叔这金爷啊这一番心意，把咱们请到他的老宅，你们高兴就好。来了一回这个圆桌派，我觉得咱们聊的真是像《繁花》一样，而且真是达到了4个老男人寻春团的目的哈。江南，哎。这暮春时节吧，是这个《兰亭集序》不就讲暮春时节嘛？咱们也到江南寻春，而且这个雨啊淅淅沥沥，感觉也是。我们来的时候不就是打着伞吗？对，江南春雨，所以雨中的繁花，太感谢了，感谢，谢谢你们。这已经是2集了，太棒了，2集了。哎呀，聊的真是像繁花一样，太好了。你要再聊，我也聊不动了。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我一直在等着要撒尿吃饭呢。好，太好了。哎呀，谢谢。哎呀，哇，休息。哎呀，起不来了，起不来了。我就想别分2场，这个没办法啊。这个打的伞，在哪拍合影啊？就在这儿，在这儿拍合影。好。哎呀，我有点直不起腰来了。哎呦，歇会儿，待会儿还得领我们转街呢。哦，还要拍吗？还要转街吗？对呀。拍个合影好了，眼神看我来，1、2、3。哇！哎，真的，幸亏加了个衣服，我真是，哇，我喜欢，我最喜欢江南这种丝丝的这种雨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这个雨落无声啊，看嘛，这才是斜风细雨不须归。你瞧这小细细的牛毛一样的雨啊。这儿当年有土匪胡伯龙，我们拍那个《锵锵行天下》这个拍第3季这江南啊，我才了解到太湖海盗，太湖强盗。所以太湖是一个公共场所啊，它有各种势力的政治力量。当年就是抗战之前就是这样的，哎，那么包括那个沙家浜里面忠义救国军啊，包括忠义救国军就在这一带，对啊，忠义救国军后来就撤到浦东那边去。我看你写的那个回望那个书里，就是您父亲记载，有些那个我党的就被忠义救国军杀害了。对，还真是有这么一个。对。哎，我对这个江南有特殊的情感。我老觉得好像我这个前世是江南人似的，就我喜欢这儿的那种空气的湿润度。是啊。小桥流水是吧？这条河代表了将近1000年的水文化，和船文化，就说这个过去曾经是一个最主要的水系的，一个交通命脉，就这条河。你看每家每户都有这个叫河桥，就是你船停在这边就可以到你家了，对，运东西也可以从这里走。但是这条河不再起作用的时候，大家就要离开这里。这就是马路。对啊，你看看这个房子多漂亮，但是也没有人啊，没有人气。哎呀，真是。我昨天晚上散步，一个人黑不隆咚吧，很晚了吧，就看见前面一个红衣女子在洗东西，走近了一看，是一个红色的救生圈。你看文人的幻想。哎，你看看这个就是大规模的房子啊，李李镇那个房子，你看一进，中间就是院子，你看。这是首富吧？从侧面看。哎呦，你看看这房子。这是属于一家的。就一家。这这个弄堂长。这个大户人家。你想想看，第1进、第2进、第3进、第4进、第5进、第6进，中间一个一个都平。这家伙是故宫的格局啊！就是对啊，这么多进啊！而且它后头甚至还有，后头拆掉了。哦，所谓深宅大院。对，深宅大院就这样。因此巷子才那么长。对，这个巷子就是过去给下人走路用，老爷是走正门。
导演这种小巷他都不进去。哦，他怕。他就觉得像马家辉肯定也有一点那种，什么阴阳之间什么阴气啊，我不去，你们进去。哦，他就站在外面。他挺迷信啊。文涛，你知道吧？但是乡绅阶级就是大地主。中国过去，你的考那个考公民啊，变成知识分子啊，都是从乡土来的。这2000年来，皇上是县以下，皇上是不管的。县以下谁来管？就是大地主乡绅管。那么乡绅呢，他就培养子弟去考，去进考，去考秀才，考什么？所以它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这些房子过去那时候老房子有规制，都是有大地主，都是知识分子定的。对，这个屋顶多高，这个尺寸怎么样？对，之后就开始乱造房子了。所以其实是旧人伦的秩序决定了房屋的秩序，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管理呢是靠伦理，伦理就是靠祠堂。士绅跟地主还不是一样的。他们有重合，但不完全等。地主是可以变的，因为你的财产、田地都可能变化。士绅呢，你只要是同生以后，皇帝就规定他终身的。对啊，他不世袭，但是他终身。他就是你是乡绅，你考了去，你只要有童生，你或者是秀才，你在县老爷面前，县官审案子不用磕头，你不用下跪的，对，你就拿个椅子给你坐，对，他是乡绅也是维持社会的一个力量，最中间的力量。你看，这都是过去的文化系统，这个是个戏台，它过去一套东西，现在都断根了，断掉。断根了，全部断掉。这个没办法的事情，只存遗迹了。把苏州城烧了一半，然后有钱人全跑到上海去了。上海是租界，知道吧？对，重新洗牌了，改天。所以他们说什么中国的文化，乡村是中国的核心部分。什么核心部分？早就没有了，或者我认为是转移到上海的弄堂文化。那些你这个观察那些石库门什么的，中国元素都是那些乡绅带到上海的。城市里的乡村。对啊，它的上海的这个很多弄堂的名称都是传统文化的称呼。你看这些弄堂。哎呦，你看这个，哎，你们这个深庭院不是小巷深呐，长蛇一样的小巷，这是这儿的特点。你看这些大房子。你说这些大房子现在怎么用啊？这么寂寞，你看看都这么寂寞，怎么用？然后陈丹青上一次说，他说我一看这种江南小镇这种房子，就是想到偷情2字，就是因为这里没别的事可干，没错。然后窗户都关着，你也不知道窗子里面发生了什么，发生的故事。像导演看到这种弄堂，他根本不敢进去。这里面偷像什么呀？他不是，他就是一进房子，然后边上有一个壁龛，放一个烛台。他就等于说，你比如8进房子，他就8进，你要进去看看嘛，你进去。来进去看看，进去看看，你们能拍到吗？可以。哎呦呵，这深的。这是等于是2个大户人家之间吗？不，就他们独家的他们是2排房子。不是，它就是旁边一个通道，实际是。实际是旁边的通道。然后一个房子一个院子，一个房子一个院子。他为什么要有这通道呢？他为什么不是从他这个通道就是便于下人走路。你不能从正堂那边后门那么过去。你这边就是平时活动走路啊，什么用人啊。还有，里面还有。我想知道它头是哪儿？头是什么呢？头就是这到房子底部嘛，就头里面的花园。它一进到最后，甚至还有花园、有祠堂、有家庙。哎呦，我觉得这个走不到头我的天哪，真是我怎么觉得走了得有1000米了？我真是你看，这都是一进院子。你看对，他们是这是一户人家的，一户人家。我的天哪！你看看这太长了，我觉得这可以拍电影他过去这个地方隔一段地方有一个烛台的，
所以晚上的话不会太暗。哇，天哪！所以当时日本人到里里镇，他就怕这些弄堂。这里里里镇有100多条，到现在还有100多条。哦，日本人不敢追到这里面了。日本人觉得这个有问题啊，对吧？这个安全有问题嘛。对。然后王家卫也不敢进来。王家卫也不敢。哎，你看这里还有车开到这里来，你看。哦，是。哎，这是有人住吗？有人家？肯定，我相信大概有人住，要不然。走到头了，我看这是什么地方？这就是。哇是这样的，你看，你看后头就是现在后头新盖的房子了，你看，它是老医院弄，你看，它这边就是后头大概50年代盖的房子，但是也非常有可能这个房子后面被拆断盖成新房子。这是现代的了，说不定对，说不定还会更大，但是它这里已经有过变化的，这个都是后头你看50、60年代盖的房子。这是历史啊，对啊，时代啊。韩伟啊，待会儿得给咱们金老设计一个镜头啊，让他从那儿走来，感觉你从历史中走来。这家伙乌篷船的感觉出来了，是不是？哎呀，这湘南小镇真有意思。主要的变化在人身上，你没人了，你就光就是房子了。你知道乌镇现在的新模式吗？所有的原住民先搬出去，弄完之后，所有的原住民拿工作证，全是员工，住在里面，包括那个理发店的什么的。他们说就是个出门show啊，就是那个真人的世界。他等于是在整个在导演一个戏，一个真人秀。对，这拿工资的，但也是原居民。对，他是实在没办法。没办法，你就解决一个空心化的问题。对。他因为原先这里就是一个水文化，一个船文化，这个文化就没有了。我父亲写的这个，就是镇上的船，它就有各式各样的船。甚至于连就婚丧嫁娶都有各种船，就是你办丧事，它有一种船专门就是放棺材的，它有各式各样的，你没有这个船你就没法生活。对。那么每天早晨呢，天还没亮，太湖那边的渔民就全部到镇上来，因为这里是中心啊。对。他就来喝茶，然后把水产卖掉，下午。这个地方已经很少，就是船上就来的人就不多了。这是水上生活啊，这是。所以我前一阵子我还跟镇上说，我说有没有哪一个领导想办法把这个失去的这个船文化重新恢复过来？我想想也不可能。你留恋吗？我觉得它不是单单这条河的问题，它整个的生态都不一样了。你仔细想啊，这个里里镇啊。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这两岸有很多祭缆石，就是祭缆绳的石头。对，这个石头有各种花纹的，就是祭缆绳的。你看，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对，这个各式各样的。你看啊，是这里的特色，据说有1000多种，而且两岸的商店呢，也和过去不一样，过去都是像。你比如说布店啊，什么粮食店啊、酱油店啊，这个店那个店都是和生活有关。现在这边就是咖啡馆，就是卖点心的。现在就是当旅游公园了。我们马老师终于来了。哎呦，你们就过这种生活是吧？对。你觉得太奢靡了是吗？放一点小菜，放一个酒，然后他就看看书，船就在划船去杭州，这个就代表了慢的生活。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是快生活，对吧？对，你难得来一个慢生活，真的，现在快生活，哎，真是。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呢，我现在见哪个行业都问这个问题，你认为这个大数据啊，
就是 AI 啊，将来能写跟你一样好的小说吗？那一般水平的电脑就帮你做了，对吧？你真的好的个性的东西，电脑做不来，而且电脑会把它吸收进来，或者实际是跟在它后面，再做一个更了不起的一个小说出来，然后又会冒出一个超越电脑想象的东西，然后电脑又把它吸收进来，就电脑在赶着逼着你就拿招出来，就逼着人进步，逼着人，因为电脑它现在做的 AI 那个美术或者文章，它都是吸收人的东西，它还是要不断的吸收新的，它要做出更吓人的。